騎士流轉在內測已經公布了，雖然上線正式服後大概率會出現調整，但是不管怎樣，還是讓我們看看都有什麼技能。那我們廢話不多說，馬上開始吧。本期節目由風琴佑獨家贊助播出。什麼？你要白嫖？那給個免費的贊也可以，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，謝謝啦。本次流轉騎士新增了4個水元素技能、4個光元素技能、2個物理技能以及2個輔助技能。整體來看是一次非常均衡的增強。4個水元素技能中有2個戰技和2個秘法。蒼藍漩渦一個騎士群傷大招，沒有什麼特別好講的技能介紹。傷害倍率一般般，但是介於寒冷，能夠提升50%的水元素傷害。對於擅長持續作戰的騎士來說，這應該會是一個在 PVE 中比較好用的戰技，但是似乎比較依賴無冷卻的水元素戰技先疊寒冷。幻流歸隱不能說和水月之絲有點相似，只能說是完全一樣。由於冰刃寒光的描述是每次釋放戰技疊甲寒冷，所以目前不確定幻流歸隱的2次攻擊是否都能夠觸發這個被動。如果不能的話，說實話感覺用處並不是很大。畢竟本身就不屬於打傷害的技能，還不如用水月之絲，有幾率疊2層寒冷。寒賦之息感覺會是水騎一個組合技能，在日常副本中，如果隊伍是多騎士的陣容，也可以用這個，一邊增益隊友，一邊打輸出，看起來挺好的。潮汐聖印基本上就是一個縫合了矢量回彈以及裁決的這麼一個秘法。國度對群用應該是一個比較優秀的輸出技能，但還是感覺像以守為攻這類秘法的適用範圍更廣一些。4個光元素技能中有2個戰技和2個秘法。神聖能甲這個技能怎麼感覺那麼熟悉？介於是基於防禦力的技能，最終傷害倍率應該在260%往上，數值非常優秀，但是別忘了減半，畢竟觸發概率只有50%。並且有1回合的真空期，也是一個只能在面對連擊敵人才能用的技能。天穹凝輝感覺像是一個活不過2個賽季的技能。仗劍傳說最怕給你來一個純數值類技能。充能目前不清楚是什麼，就當沒有特別增益效果，只是和接下來聯動的屬性好了。耀光凌刃目前看是一個優秀的光啟打聖獸和混沌的戰技。即使有傷害衰減機制，傷害倍率依然屬於正常，2回合冷卻技能該有的倍率數值，和天穹凝輝高度綁定。介於玩家還要裝備格擋類秘法，感覺不太適合在國度中用，感覺占用的格子太多了。當然用勢也能用。天光聖佑技能介紹簡單，就是感覺數值給的太摳了，我寧願用格擋精通或者鋼鐵信念。2個物理技能中有1個戰技和1個秘法。恭喜騎士大人獲得高階碎星斬，天穹盾蟲，感覺能成為一個組合技能。無論是技能機制還是傷害倍率，都挺優秀的。不知道會不會削弱。懲戒之力，第一眼感覺是大佬專用技能，和剛剛的天穹凝輝一樣，這種沒有百分比的技能通常活不了太久。致殘感覺像是一個減少對方行恩動力的這麼一個效果。如果是純減速，應該就直接寫減速了。不過於笨重的騎士來說，每次釋放戰技感覺有點難為這個職業了。2個輔助技能中有1個戰技和1個秘法。雙樣藥聖盾還有什麼好說的？但凡玩過騎士的都知道這是啥了。說實話，能設計出這個技能，感覺策劃的腦袋滑滑的。鐵玉之身感覺數值給的有點摳，不過介於是提供百分比防禦的，應該在未來能夠持續使用的時間也會比較長。整體適用範圍也挺廣的，看起來值得關注。不知道各位騎士大人對本次轉職技能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在評論區討論。本次影片所有技能均會放在風琴佑的 DC 中，鏈接會在影片簡介。那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